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我想很多喜欢玩空拍的朋友一定都有遇过的头痛问题，就是你带着心爱的无人机出国玩，结果到了当地，到底能不能飞啊？全球各地的无人机法规，说真的是五花八门，让人一个头两个大。你是不是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心里想着，哇，我要带无人机去冰岛拍极光，或者去日本京都拍那种超美的枫叶季空拍画面，然后兴冲冲的把所有装备都打包好了，结果上网一查才发现，我的天哪，每个国界的规定怎么差这么多？一不小心可能不是拍到美景，而是先吃到罚单。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帮大家搞懂这一切。好，所以今天我们会从这几个角度来看。首先，带大家快速扫描一下全球的法规大概长怎样。接着呢，我们会深入聊聊最重要的两个限制：重量跟高度。再来，也很关键，就是哪些地方、什么时候是绝对的禁忌。最后，我们来一起展望一下我们头上这片天空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OK， 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个主题。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你看无人机这种科技明明是全球性的，但管理它的规则却又非常的在地化。不过，不管规定怎么千变万化，所有政府最在意的核心，其实说穿了就是两个字：安全。没错，这就是关键所在哦。在我们手上呢，它可能只是一个好玩的酷东西，一个有趣的玩具。但你知道吗？在各国政府的眼里，它其实是一台需要被严格管制的航空器。就是这个认知的落差，让监管标准从一个国家换到另一个国家，那个差别真的可以说是天差地远。好，那接下来这部分就是所有法规的核心了。可以说，监管机构看到你的无人机，他们脑中第一个跳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两个：第一，你的飞机多重；第二，你想飞多高。基本上，这两个数字就直接决定了你到底有多少飞行的自由。来，我们直接来看这张表这就非常清楚了。你会发现国际上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就是250公克。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很多消费级的无人机都会想办法把重量压在这个神奇数字以下，就是为了让你省去注册的麻烦。这就是重点了。你手上那一台可能觉得这不就是个小玩具吗？的迷你无人机，不好意思，在很多国家的法律里面，它已经被当成是一架需要正式登记列入管制的航空器了。这一点真的所有玩家在出国前一定要先查清楚。好，看完了重量，我们接着来看高度。这里又有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数字，就是120公尺，换算一下，差不多就是40层楼高。像中国、英国、美国都是这个标准。那日本稍微宽松一点，可以到150公尺。不过，你注意到台湾跟俄罗斯了吗？他们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上限，但这不代表你可以无限高哦，而是要看你所在地的具体规定。但讲到高度，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绝对是新加坡。没错，你真的没看错，就是61公尺。这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20层楼高而已。这可以说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严格的规定了，也完全反映出新加坡对于领空安全那种滴水不漏的谨慎态度。所以如果你在新加坡飞无人机，那个遥控器的油门往上推的时候，真的要千万小心，一下子可能就超高了。OK， 知道了你的飞机能飞多重多高，但这样还不够哦。接下来要讲的这部分，我觉得更重要。到底哪里不能飞，还有什么时候不能飞？这不只跟公共安全有关，也跟我们每个人的隐私权是息息相关的。画面上你看到的这些地方，基本上就是全球无人机的百慕大三角洲，飞进去就麻烦了。像是机场、军事区，这个理由很简单嘛，就是为了安全，这绝对是不能开玩笑的。那在人群头上飞，或者在像东京、伦敦这种人口超级稠密的市中心飞，因为风险真的太高了，所以也几乎都是被全面禁止的。那问题来了，很多人都想拍漂亮的城市夜景，那太阳下山之后，到底还能不能飞呢？你看这张表，就会发现各国的态度真的非常两极。像日本跟中国，答案很干脆，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呢，像新加坡、香港、英国，还有我们台湾，就相对开放许多。那美国就很有趣了，他们走一个中间路线，你想飞吗？
可以，但你得先跟他们官方，也就是 FAA 去申请一个。所以这一点真的要请大家画上3个星号，记在心里。如果你刚好要去日本或中国旅行，千万要记得，天黑了，你的无人机就该乖乖收起来休息了。这2个国家的规定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完全没有灰色地带，不行就是不行。你起飞前一定要注册，但这两边的规定真的是天差地远。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先从台湾开始吧。先讲台湾的部分，它出名的就是快又简单。在台湾呢，只要你的无人机超过250克，就一定要注册哦。流程超简单的，看个2分钟影片，考个试，线上缴费就好了。费用也才50块台币，真的超佛心。搞定之后，印出 QR code 贴到无人机上，就大功告成了。好，那换到日本，这边你可能就要有点耐心了。日本的标准严格很多，超过100克的小飞机就要注册了哦。而且申请前要准备的东西还真不少。你看，它需要用护照跟驾照做双重身份验证，蛮严格的。最关键的是，还要等人工审核，要等2到4个礼拜诶。费用也差很多，第一台要1450日元。来，我们把两边的规定直接拿来 PK 一下。你看这个表格，从重量、费用到流程，是不是差超多？但还没完哦，在日本你还有最后一个步骤要做，就是你人到日本之后，还要上网绑定这个 Remote ID。好的，看完了现在这些有点复杂、五花八门的规定之后，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来聊聊未来。当无人机变得越来越普及，这些法规又会怎么跟着改变呢？其实我们今天看了这么多不同的规定，你会发现，虽然细节上差很多，但背后的精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大家都在想办法让无人机可以更安全，也更负责任地融入我们共享的这片天空。所以说，这些限制不只是为了要管制你，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保护这项新兴的科技，让它能够走得更稳、更长远。